Hello，那咱们今天这期视频，给大家带来一双其实应该说最近这段时间可以说关注度非常非常高的一双鞋子，或者说一款大底，就是今天这期的主角 X 的 Crazy Fast， 也就是23的.1，然后呢是中国特供版的 AG 大底。那这个 AG 大底在这个 X 的就是鞋盒子上面的全名叫做 X Crazy Fast Point One， 然后 2G 斜杠 3G， 然后 AG， 这个实在是名字有点太长了，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命名。你换一个名字的话，我觉得大家记得应该会更清楚一些，对不对？名字实在是太复杂了。那为什么说这个鞋子大家关注度很高呢？首先，这是阿迪应该说是跟随着现在的一个非常大的潮流，就是很多的品牌都开始出这种短而且密的鞋钉，所以说阿迪呢这一次也搞出来这么一款大底，大家的关注度比较高。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鞋子的飞翼很大，那原因呢基本上就是因为这是一双速度型的球鞋，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个鞋子的鞋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说呢大家就很好奇，或者说有非常大的争论，说这个鞋到底是不是一双好鞋。那咱们今天这期视频呢，我可能也会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看法，那大家要理性的看待，我尽量的保持客观的说一说这双鞋子上面客观存在的一些东西，以及这双鞋子上面配置的这些东西是个什么样子，然后大家去产生一些自己的理解，然后去看一看自己需不需要这样的一双鞋。那在视频正式开始之前呢，咱们在这里还是要感谢小李子以及阿迪达斯为本次视频提供的这双中国特供版的 X Crazy Fast Point One 中国特供 AG 大底的这款鞋子。那这款鞋子呢，后期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会去穿着去实战一下。那现在只是在家里面实战了一下，所以说呢，咱们先在视频的最前面感谢一下小李子还有阿迪达斯提供的这款鞋子。那咱们正式开始本期的这个视频。首先呢，这个鞋子的外观，咱们先看一下。从外观上来看，鞋子的大体和正常版本的.1的FG 或者是通用版的 AG 长得也都差不太多，都是呢内外侧的3道杠子，对不对？内外侧都有这个杠。然后呢，这是一款.1的这个鞋子，这个是有鞋带的版本。那今年的这个鞋子就变得很奇怪，怎么一个奇怪的办法呢？就是这个我现在手上的这双鞋，这是 Crazy Fast 加，也就是原先的无鞋带的那个级别，现在呢变成了有鞋带的超轻的版本。你看它长得其实也差不太多啊，都是两侧这个内外侧有这个3道杠。那这个鞋子，我现在手上这双鞋子呢，这是.1的有鞋带版本，它还有一个.1的无鞋带版本。所以说呢，今年的这些鞋子，阿迪的 X 这个系列弄得有点复杂。那现在我们知道的 X 的.1上面应该只有鞋带的是有这种中国特供的 AG 的大底，应该说无鞋带版本咱们暂时没有见到说有这样的大底。我现在在网上看到的无鞋带版本应该都是 FG 的大底。那这个鞋子.1和曾经的 X 的22，也就是 Speedportal .1，如果他们两个相比较的话，我个人觉得新款的面料上来讲，应该要比22.1要好一些。22.1它有点太生硬了，因为什么呢？这个鞋子虽然是 Primeknit 和22加是一样的，咱们再接着拿出来一款鞋子，这是22加。那现在我反正大家也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喜欢阿迪的这样的一个人呐，所以说呢，基本上 X 的每双鞋应该都差不多会有啊。那 X 的22.1的问题在于，这个鞋子它的 Primeknit 下面，也就是鞋子的里面，它又多加了一层，多贴了一层这种布的内衬，所以说整个这个鞋子会有点厚啊，会有点生硬。那22加这个上面就是单层的纯粹的 Primeknit， 所以说呢，这个鞋子虽然说很多人觉得刚拿到手觉得很生硬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鞋你稍微暖开了之后，穿了1-2场之后，你就会非常喜欢。那到现在来讲，就是 X 的23的话，这个鞋子最起码.1有鞋带和无鞋带现在面料上没有区别了，个人觉得是个好事情。面料来讲的话，这个叫 Aeropacity Speed Skin，
再次吐槽阿迪这个名字命名的有点复杂了，对不对？有点难记。那这个鞋子的话呢，这个面料我觉得应该说也是暖个1-2场或者1场之后，应该就会很贴合你的脚了，因为很薄。23加的话，也就是 Crazy Fast 加的话，也是同样的一个事情，就是你需要去暖开。那这个鞋子的面料的厚度和23.1的话，我觉得难分伯仲吧，不分上下的这2个面料的厚度都很薄啊。里面虽然都有内置的骨架，但是内置骨架的厚度也都差不太多，只是23加的骨架变得更加清晰，它里面的分支更少一些，这里面的骨架贴的有点多啊。我觉得区别也就在这儿啊。刚才说了，这个鞋子的面料是 Aeropacity Speed Skin 啊，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名字。我们也看到了鞋子的面料上面的纹路呢，很像是一种有点像是医用的，甚至那种就无纺布的那种感觉。那这个鞋子的面料给我的感觉上来讲，柔软度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啊，可以接受的。那这个鞋子的弹性上来讲，面料的弹性基本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面料上来讲，可能大家需要暖开，可能要1场，然后呢，你会觉得这个鞋算是比较合脚，但是和曾经的，对吧？我又拿出来了 X 的22加，如果说和这个相比的话，我觉得你想要的那种像袜子一样的弹性，在23这个上面应该是消失了。你应该是体会不到了。那这个鞋子的面料柔软度还有薄厚上来说，我觉得都算是不错的，特别是点1相对于曾经的22.1上来讲，应该说是有着一定的进步的。22.1上来说，感觉上稍微有点生硬，并且有点厚。就是有很多人觉得啊，这个地方卡脚，然后呢，就是触球啊，这个感觉上也比较塑料。我个人的觉得都是因为里面多贴了一层内衬的原因。那这个鞋子咱们暂时还没有做这个开箱的视频，咱们以后再做。那 X 的23.1从面料上来讲，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值得期待的面料，但是还是要说回到这个鞋子的鞋楦。我们从侧面上来看，鞋子的鞋楦上来说，它的脚趾这个位置确实是比较厚的啊，整个的鞋楦做的比较高。这个在我穿着的时候呢，我因为是脚趾上翘，就是脚指甲是上翘的，所以说在这里面给我留的空间比较多，我觉得算是比较舒服的。但是对很多人来讲，有可能你会觉得这上面的空间留的有点太多啊，这个是有可能的。咱们在这里还是要说一下，这是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那我穿着的时候呢，我觉得还行，因为这个上面比较厚，我穿着算是舒服一些。那有很多人我觉得会觉得这上面有点空。在我试穿颠球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上面这个空间，在触球的时候有一些空隙感。那这个鞋子呢，可能是因为新鞋还没有暖开，我不太清楚。但是现在给我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然后就是这个鞋子俯视上来说的这个鞋子的宽窄的问题。整个这个鞋子宽窄的话，我觉得好像它的鞋楦和正常版本的 X 也不太一样，特别是足弓这个地方好像没有什么收腰的这种感觉，对不对？就是原先的你像 X22啊或者是什么的，它感觉足弓这个地方最起码要比前掌要瘦一些。那现在的这个鞋子给我的感觉，俯视图上来看，特别像是一双 TF 的球鞋。但是穿着的话呢，因为这上面是一个织物的鞋舌，所以说呢，它的弹性上还算是比较不错的。给我的感觉呢，中间中后段的包裹还算是 OK， 只是前面这一段确实它的空间留的有点大。那这个是鞋子的穿着的感受。然后呢，咱们来看一下鞋子的鞋舌这一部分。鞋舌这一部分在 X23 Crazy Fast 这一代上面来讲，就变得比较奇怪。点1它有这个有鞋带和无鞋带的版本，鞋舌的这个构造，这上面就是压印的这个 V 的纹路，好像都是存在的。我不是很清楚，就是无鞋带上面它的结构能有和这个有多大的变化。但是现在知道的就是，压着鞋带孔的这一部分，在有鞋带的这一块，它里面是多了一层这个加强的。那在无鞋带上面应该是没有。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想要一个更干净的触球区域的话，可能无鞋带穿着会更舒服一些。那这个点1的有鞋带版本，相比较于 X22.1 的话，我个人觉得呢，
这个23.1最起码勒紧鞋带之后，不会觉得说在这个位置有非常勒脚的那种感觉。这个我认为是22.1鞋带孔有点太靠下了。你看这个鞋带孔最下端和这个鞋底基本上它的距离就非常非常近了。那这一次呢，可能是稍微做高了一些，所以说呢留的空间比较大。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压迫感就没有那么的足。所以说，现在新一代的上面有鞋带的版本没有那么勒脚，这个是我个人的感觉。鞋舌的这个弹性上来说呢，依旧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就是 Primeknit 的那种感觉。当然和之前的 Primeknit 好像差距上还是比较明显，之前的弹性好像更大一些。那现在新的呢，虽然也是这种 Primeknit 的织物，但是呢弹性上好像稍微差一点，但是应该没有特别明显的差距吧。这个明显的更薄一点啊。这个鞋舌要更薄一些。咱们接着来看一下鞋子的里面的结构。鞋子的里面的话，首先要说的就是鞋子的后跟。鞋子的后跟的话，我觉得现在阿迪对于后跟的处理上，我算是比较满意的了。就是23的 Crazy Fast 1.1还有加上面的这个后跟的海绵，我穿着算是比较舒服的。当然也还是有很多人觉得啊，这个阿迪的鞋子还是掉后跟或者怎么样。就比较奇怪了。反正我个人是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后跟穿起来还算是不错。但是这个后跟上来说，因为这个大底的改变，它后跟这个外置的罩杯是取消了，所以说后跟上来说，看起来外观上来讲，有点单调啊，就是没有那么的，没有什么纹路啊，或者没有什么图案，看起来有一些单调。但是呢，鞋子的里面还是有内置的罩杯的。这个应该是比较放心。这里面呢，然后又有一些比较厚实的填充，我个人觉得呢，后跟上来讲还算是比较舒服的。鞋子的里面的话呢，我们看到的就是鞋子内衬的加强。这个内衬的加强呢，你也看到了，这个骨架其实开窗的地方比较少。如果说我拿出来23加的话，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两个它们骨架之间的区别。你看这个骨架的开窗就是。没有骨架的区域，它的面积要明显的要更多一些。但是呢，面料上面的质感上来讲，差距感觉上不是很明显。我个人觉得啊，阿迪其实可以去尝试一下把骨架取消，就没有必要去弄得每次都要加强。没有必要啊！你这个22加明显这个是没有骨架的，就穿着也很舒服，所以说没有这个必要里面一定要加这种骨架的，这个我觉得稍微有点影响面料的整体的这种感觉，这个是我个人的想法了。鞋子的鞋头的话呢，基本上是不透光的，那也就是鞋头这一部分，基本上都是覆盖着内衬的啊，就是有一层这个里面的骨架。那这个骨架的话呢，对于鞋子面料的柔软度的影响其实并不是很大。接着咱们来说一下鞋子的鞋底，这个是大家非议最大的地方。首先是这个鞋垫，鞋垫的话就是一个标准的鞋垫，这个是没有什么区别，后跟打孔，然后上面写的是 X Crazy Fast Point One， 然后就是鞋子里面的中底，这个是大家非议最大的地方，是一个全掌的中底，顶级。咱们在 X 这个系列上第一次看到了全掌的中底，并且这个中底用的是 TF 的版本的中底，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一种纤维板。那可能里面中段这个地方可能加了一些尼龙啊，或者怎么样来加强它的强度。如果说我们进行弯折的话呢，我们能感觉到就是这样。前掌这个地方能弯折，足弓这个地方稍微的有一些强度，基本上弯折不了。到后跟这个位置呢，好像又稍微的可以弯折一些。那我们看到的外底上面的这种 X 的加强梁，这样的一个交叉的加强梁，其实应该是没有起到多少作用的，依旧是里面的中底板在起作用。那这个中底板，根据以往的经验啊，应该说还是会有老化的可能的。就应该说基本上是会老化的，并且呢，因为这个中底板的加入 ，X 这双鞋子中国特供版的重量是要明显的要比较重的啊。我们看到网上的一些测的数据上来讲，这样的一款大底的鞋子比 TF 的同款的鞋子还要重。所以说呢，大家如果买之前对重量比较敏感的话，一定要注意，这双鞋并不是 X 那种咱们大家习以为常的非常轻量化的那样的一个设置，这个就是一个为了适应大多数场地，以及为了提供一个更加平稳的大底
而搞出来的这样的一款鞋子。接着呢，咱们就来说一下这双鞋子的大底吧。那这个鞋子的大底呢，也是很多人都觉得不太好啊，或者很不像这个 X 这个系列应该用的东西。我们看到的这个鞋子的鞋钉排布是非常的密的，这个要比彪马的 MG 要多得多，并且呢，鞋钉的长度上来讲都很一致啊，基本上没有说特别长啊，或者说前后有什么落差感觉。那这个鞋子呢，然后你也看到了鞋子的鞋头这一部分还有抬高做了一些加强，或者说做了一些保护。那这个鞋子呢，整个的这个大底，我在试穿的时候，我也感觉是一个非常四平八稳的，就没有说前后有落差呀或者怎么样的。这个鞋子的大底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稳。然后呢，如果说你比较喜欢这样的，就是可能说抓地能够提供一定的抓地，但是不要有太过的、太有攻击性的那种感觉的话，那这个你可以去考虑。并且呢，这款大底中国特供的大底，现在在 X、在猎鹰、Copa 上面都有配备，都是点1上面有配备。然后呢，终端次顶上面应该是终端上也有。那现在来讲，有很多人觉得，哎，这个大底有点太重，有点太笨重，并且呢，看起来虽然说鞋钉很短，但是呢，因为这个里面好像没有什么像 TF 的那种泡沫的填充，那可能它的缓震依旧是要靠场地里面的缓震来进行。所以说呢，那有些人感觉没有必要。但是我又看到网上的另一个说法，他们去问线下的实体店的人员，他的反馈是，这个鞋子在实体里面卖的反倒是非常好。我个人的理解，有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对于鞋钉的长短很敏感，一看到哎这是一个短钉，然后鞋钉又这么密，就感觉很安全。然后呢，又一说哎这是阿迪的鞋子，那就买了吧。所以说呢，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理由，这个鞋子这种大底销量反而比较高。那对于我来讲，对于我这个经常喜欢玩鞋的人来讲，我比较喜欢 FG 的大底。个人有个人的偏好以及倾向，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说呢，尽量的给大家提供一下这个鞋子的硬件上的数据，然后呢，咱们自己来自行决定要不要买这样的一双鞋。那这个鞋子的尺码上来讲是 JP285，我依旧选择是一样的长度。我个人穿起来的话呢，我的脚趾顶到的是差不多是这个位置，脚指甲是在差不多这个位置。你看到颠球的时候，这上面有一点发黑的地方，看到了吧？这是胶印儿。那前面我基本上多出来也就是几毫米这样的一个长度。我个人一般都会留这样一些的空间。我的右脚脚趾上翘比较严重，那这个鞋子我穿着，我觉得脚趾算是比较放松的，因为这个鞋子的鞋头没有那么下压。但是呢，对很多人来讲，还是说回去。可能空间有点特别的大啊。那还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鞋头虽然看着很高，但是这个鞋子的鞋底的位置是在这个加强的上面，所以说呢，它的空间并不是说一直延续到这个最下面啊，没有那么的高，这上面应该也就是这些，也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基本上是这样。那长度上来讲，我觉得和正常的阿迪的尺码是没有变化的。我选择的都是 JP285。那如果大家对这个鞋子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小李子啊，或者是阿迪的官网直接去购买。那现在小李子上面的价格是1400多，点1有鞋带版本特供的 AG。那这个鞋子它的大体是这个样子。总结一下的话，这双鞋。面料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值得期待的面料。点1这上面头一次有鞋带和无鞋带的面料用的是一样的。那这个鞋子呢，我觉得如果说你有这个耐心把它暖开的话，应该算是 OK 的一个鞋子。那当然说这个鞋子的大底和鞋面它的调性好像不是那么的匹配。那如果说你想要一个同样大底，就是想要一个比较短比较稳定的大底的话呢，猎鹰 Copa 上面也有这样的大底，所以说也可以去尝试一下。那这个鞋子我个人觉得现在1400多，你也可以多等一等，它有可能还是会降价的。鞋子来讲，我个人可能后期会去选择 X23 Crazy Fast 点1无鞋带的版本啊。
现在这个鞋子试穿的时候，我个人的感觉，鞋带依旧是对于带球啊，对于触球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它这个鞋子，我希望足弓这个地方可能说有更大面积的触球区，更干净，上面不要有太多干扰的东西。那这个鞋带孔呢，它也还是有点偏下的，所以说呢，我会去选择无鞋带的版本。那这个呢是根据每个人不一样的偏好去选择的。有些人就觉得这个无鞋带还是不太安全，就觉得会掉啊，会老化呀，那没办法，那你可以去选择点一的这种。那点一其实我觉得抽了鞋带应该用作无鞋带应该也没有太多的区别。那这双鞋呢，现在来讲给了大家非常多的选择，有这样特供的 AG 版，然后还有一个那种通用的 AG 呀，然后还有 FG 的版本，就反正现在顶级上面有着非常非常多的搭配，那看大家自己的选择去进行购买。本质上来讲呢，这双鞋更像是一双加强了的 TF 的球鞋。那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呢，也就是这些了。如果说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呢，别忘了点个赞或者长按3连支持一下。后期的话呢，这双鞋估计也会实战，到时候和这个实战的一些测评啊，咱们都会出。现在鞋子实在是有点太多了。那如果说你身边的朋友有对这双鞋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把本期视频分享给他作为一个参考。那本期视频主要内容就是这些，我是静奇，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